1962年的三哥为什么敢在中印边境不断推进，勇于不断征兵，并且毫无忌惮，搞成了一个8天打断他一条腿，32天打成新德里保卫战，最后尼赫鲁生死道消的局面？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让他这么的膨胀？答案是1961年的葡萄牙。这个老牌列强用他史诗级的拉胯表现，滋补出来一个历史上最狂妄的三哥。这场军事壮举被三哥的媒体大肆宣传，充斥着高调的政治辞令和公众的吹捧，让全民陷入一个癫狂的战无不胜的幻觉里，再带着上头的狂热的眼神看向了东方，然后就被奏出了63年的心理阴影。这个就是1961年印度和葡萄牙的果阿战争。1947年印度独立，在英帝国离开了南亚次大陆，法国也在1954年交出了他在印度本地治理的一块小殖民地。昔日的爸爸们纷纷交出殖民地，三哥沐浴在自由奔放的玛莎拉香气里，快乐呀。结果扭头一看西海岸，葡萄牙你怎么还在呀？葡萄牙仍然保留了印度次大陆的果阿地区、达曼迪乌地区以及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这3个领地，统称为普属印度，而且没有任何交出来的意思。1950年2月27日，印度政府派出外交团，要求葡萄牙启动归还果阿的谈判。葡萄牙说谈个屁呀，你才独立几年呢？我在这儿已经451年了，果阿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葡萄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是殖民地，它就是我的本土。你对我的本土有什么想法呀，小尼？而且我是北约成员国呀，果阿就是北约的土地，你疯了，想和北约干呐？于是印度政府于1953年6月11日从里斯本撤出外交使团。面对果阿问题，在三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不自洽的问题。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他主张奉行甘地那套反人类的理念，非暴力不合作呀。而且这个时候的尼赫鲁天天建议美国和当时的苏联放弃武力吧，努力裁军吧，伸出你的腰脸，让他们打世界才能和平。但是一涉及到果阿，他就发现这个理论好像扯得淡了，直接要吧。时任葡萄牙总理的萨拉查态度很强硬，滚，坚持不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吧。埃美利卡在旁边看着呢，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非暴力不合作是怎么个事啊。对尼赫鲁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撕裂的过程，甚至决定进攻果阿的前24个小时，他都处于这种崩溃的情绪中。他说我的整个灵魂都讨厌战争。时任印度国防部长，也就是后面中印战争的实际推动人梅隆说，尼赫鲁的性格很扭曲，他觉得果阿战争很粗俗很残暴，他不喜欢，打赢了他他妈的还是挺享受的。到果阿战争结束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媒体说，这个印度啊15年来天天进行道德说教，逼刀啊，现在发现他这个生人也上妓院的呀，就是说你又当又立的呀。这个评价一度把特别在乎美国评价的尼赫鲁搞得快要崩溃了。就这样，因为葡萄牙方面拒绝谈判，1955年8月15日，三哥组织了5000名非武装印度活动者进入果阿，去协助果阿自由党搞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果被普国警察一顿暴揍，造成21人到30人死亡。这就是大屠杀呀，印度舆情沸腾，我是非暴力啊，你还真打呀？三哥的老百姓又上街扔牛粪了，我们要干猎枪。但实际上事后看，三哥的这次非暴力不合作其实很暴力。曾经在果阿服役过的印度陆军上尉卡洛斯·阿尔弗雷多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我绝对分辨得出来，我也是在安哥拉和普属几内亚打过仗的人呐。对，这5000人都是跟蒙哥马利混过的呀，是在北非硬汉隆美尔的2战老兵，他们在北非流过血，他们在犹他海滩负过伤啊。然后到1961年，果阿境内的经济目标，电报、电话线、道路、水道与铁路运输被纷纷摧毁。光是1961年的12月，就有80多名葡萄牙警察挂掉了。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已经感觉到，三哥，你这就是要准备动手了呀。先是请求英国调停，又通过巴西向印度抗议，最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插手干预。联合国里面的立场也是相当的混乱。埃美利卡警告说，小尼，你最好保持非暴力不合作啊，不要动。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斯在多个场合反复要求印度政府通过调解和共识和平解决果阿问题。苏联则在咆哮，干他干他，非常的热闹。最终的导火索在1961年11月24日，一艘名叫萨巴尔马蒂号的运客船在通过普属安吉迪乌岛和印属科治之间时被普军射击，导致1死1伤。射击的原因是葡萄牙以为三哥开打了，下了一急领就开枪
枪了。借着这个事，三哥立刻开始进行军事动员，打个果啊，一次动员，印度把棺材本都给押上了。印度南部集团军乔杜里中将部署了 KP 坎迪斯少将麾下的步兵第17师和伞兵第50旅，达曼的攻击交给了马拉蒂第1步兵营，对于敌兀的攻击交给了拉齐普特第20营以及马德拉斯第4营。同时，印度空军西部司令部司令官、空军副元帅埃里克平托被任命为果阿行动所有空军力量的总指挥，进攻果阿空军力量集中于普纳以及桑布拉几处空军基地。印度海军向果阿沿岸派遣军舰2艘，R级驱逐舰拉齐普特号和黑木级反潜巡航舰吉尔邦弯刀号，实际任务被分配到4个特遣舰队里，一个5艘船的水面行动小组麦索尔号、特里苏尔号、贝特瓦号、比亚斯号以及考维利号，5艘船组成的2艘航母编队德里号、库塔尔号、吉尔邦号、库克里号和拉齐普特号，以及2艘轻型航母维克兰特号，一个扫雷艇小组卡纳塔克号、卡基纳达号、坎普尔号和比穆尼帕特南号，以及一个支援小组包括达里尼号。那艘从大英帝国买回来的2艘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包邮的半道上就被送上了战场。动员下来，印军总人数45000人，拥有16艘战舰和42架飞机，倾巢而出。不放心啊，打猎枪啊，人少了怕翻车呀。三哥大军压境，感觉到战争已经顶到脑门的葡萄牙人也开始了自己的军事动员。12月14日，葡萄牙总理萨拉查急电果阿总督瓦萨罗席尔瓦，给老子打到最后一个人，不死不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瓦萨罗席尔瓦说：“你真的是疯了呀，你倒是肉体过来说这个话呀。”真的是没啥好准备的呀。这个时候的葡萄牙军队1艘护卫舰、5艘商船、3300名基本没有训练过的松垮葡萄牙士兵和900名当地士兵，还有2000个经常被打死的警察。然后没有空军，只有2架运输机。欧的列强，葡萄牙真的是穷啊。萨拉查对瓦萨洛席尔瓦说：“你只要坚持8天，我的增援马上就到。”他呀翻箱倒柜就凑了1艘船支援果阿，还被当时的埃及总统纳塞尔拦下来了，说就这一点破烂，你就不要再搞殖民地了，面对现实吧，蛋挞。终于，萨拉查亲戚的脑回路又发动了，祭出了最后的杀招，把果阿送给东大。你没有看错，因为知道这个时候中印关系很紧张，离我们胖揍三哥不远了。萨拉查让葡萄牙海外部部长莫雷拉电领奥普总督，设法说服我们将果阿作为东大前置印度军队的军事基地，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还被我们警告，在恢复我们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你葡萄牙最好不要搞小动作。萨拉查这个脑子啊，有时候就不知道咋想的，啥年代了，你还搞上党县城祸水东引的这一套。康乃馨革命的时候，你下台真的是不冤呐。到这个时候，普军也就没有啥战术准备了，制定的策略就是战斗一打响就炸桥埋地雷。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最先崩溃的人居然是尼赫鲁。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尼赫鲁的大脑一直在左右互搏，已经快要疯了。印度陆军中将布里吉莫罕考尔，这个人在中印战争里的表现非常的牛掰，我们会单独开一期讲他。他就在自传里说了，尼赫鲁天天刷国际评论，非常苦恼。到最后时刻，尼赫鲁把他叫过去问，小考啊，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会是啥情况啊？考尔说，那就完犊子了呀。到了12月17号晚上，离印军最后行动只有几个小时了，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居然说服了尼赫鲁打消入侵念头。加尔布雷斯离开后，尼赫鲁对国防部长梅隆说，取消军事行动。梅隆说，晚了，我们已经开干了。其实这个时候印军尚未行动，在两边都是草台班子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比硬件水平了。12月18日，印度的吸血鬼战斗机反复执行诱饵任务，试图引诱葡萄牙空军，结果发现对方不为所动，无功而返，因为他没有空军。第35中队派出12架坎培拉式轰炸机，由指挥官恩蒂梅农率领，组成庞大的攻击波，攻击达柏林机场。坎培拉式轰炸机在几分钟内向跑道投下63000磅炸弹，炸毁了一架停在跑道上的 DC-6 运输机。第16中队的8架坎培拉轰炸机由舒林德·辛格少校率领，跑到达柏林又炸了一遍。你就说你们无聊不无聊？4架携带着1000磅炸弹的达索飓风战机从纳纳格尔起飞，去轰炸敌乌机场。他们发现机场周围飘荡了一些白旗，然后飞行编队收到了一条乱码信息，机场在我们手里。三哥以为对方已经投降了，便驾驶着飓风战机飞向大海，把炸弹全部扔到了海里。返回基地后，他们才发现对面没有投降，机场附近的白旗实际上是晾在外面的衣服，干得漂亮啊，优秀啊。陆军方面更加的无聊。18日天刚亮，印度第50空降旅分成3个纵队展开进攻。第2西克轻步兵团下午5点就进抵贝蒂姆镇，离古阿首府帕纳吉仅500
你。由于没有得到进一步命令，第二西克轻步兵团不敢轻取帕纳吉，原地休息。等到另外2个纵队赶到，大家一起进战果阿首府帕纳吉。由于完全没有抵抗，实在太无聊了，这群三哥加入了当地民众的欢呼队伍中，载歌载舞。印度第63步兵旅也分成2个纵队向果阿纵深推进，目标是莫尔木岗岗。三哥的情报显示，这里将遭遇激烈的抵抗，太刺激了呀！开战以来唯一的一次大战。19日晚上8点30分，第63步兵旅未遭遇任何抵抗，杀到莫尔木岗岗。各方期待中的莫尔木岗岗保卫战没有打响，那里的普军正在等待投降。葡萄牙守军就是抱怨了一下三哥军队来得太晚，然后未放一枪一弹就把这个重要的地区交给了印度人。印军马拉蒂第1轻步兵团进攻达曼，刚到达曼，葡萄牙守军就像蒲公英一样的散了，大部分人跑到机场。19日清晨，印军向机场发起进攻，葡萄牙人毫无斗志。到11点，600名葡萄牙守军集体投降。后来的空军元帅 S 拉哈文德兰到达伯利姆机场，参观了一些被俘虏的葡萄牙士兵和他们的一些武器。他说：“我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一支军队啊，身材矮小，不像军人。我一想到这些人竟然硬控了我们451年，我就要疯了。”进行局部零星抵抗后，19日晚10点30分，总督席尔瓦签署了投降书。葡萄牙在印度次大陆长达451年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就这么一场所谓的战争，在三哥眼里变成了史诗级的豪迈胜利，为未来几个月的新德里保卫战埋下了伏笔。三哥的退役中将庞格说，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可避免，但是果阿的解放使印度对军事实力产生了虚假的自豪感。解放果阿的胜利行动在2天内就结束了，但事后看来，实际的把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转移了公众对北方边境局势的注意力，导致了人们对我们军事实力的虚假自满，这个也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印度有一个自称为龙的传人，并且逢年过节还包饺子吃粽子的民族，那就是命运多舛一直不愿成为阿三的库基族。这是偶然间看到的消息，仔细研究后发现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虽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但确实是和咱们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得搞清楚这库基族到底是怎样的。简单来说，他们是住在印度东北部和缅甸边境山区的山地部落族群。看他们长相，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跟咱们东亚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跟印度人完全不是一个画风。他们人口还不少，不同来源统计差异较大，有说3万的，有说250万的，还有说500万的，甚至还有说3000万的，估计是把整个地区长相类似的都算进去了。说起库基族和印度的关系，那就很复杂了，属于那种谁也看不上谁的剧情。这事儿还得从搅屎棍英国殖民时期说起。那时候英国人大手一挥，就把库基族的地盘划进了印度版图。库基族心里能乐意吗？自己的地盘说划走就划走，而且还把他们的传统货币给废了，汉语教育也给劲儿了，还强制传教，强行推广英语、印地语，甚至还想改变他们的信仰，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嘛。等印度独立了，库基族以为能熬出头了，结果呢，印度政府继续搞同化政策，强制推行印地语教育。库基族一听，这不就是换汤不换药吗？还推行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库基族一听就炸毛了，我们信佛教，信自然崇拜，还过春节、端午节，甚至连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跟你们印度教那套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不明摆着是想把我们变成印度阿三吗？门儿都没有。所以库基族人基本不允许和印度人通婚，库基族不乐意被同化，那当然要反抗啦。结果呢，印度政府直接给他们所在的曼尼普尔邦扣上一个骚乱地区的帽子，动不动就派兵镇压。库基族对印度文化那叫一个不屑，他们压根儿就不认同印度教那一套，也对种姓制度嗤之以鼻。在他们眼里，印度文化就是外面强加给他们的殖民遗产，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所以你让他们学印地语，对不起，没兴趣。他们更喜欢学汉文化、藏文化。库基族不仅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是藏缅语族，竟然还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他们日常交流中，藏缅语和汉语混着用，甚至还特意学习中文书籍，甚至有库基族直接把印度政府发的印度书籍给烧了。库基族的生活习俗简直就是中华文化复制粘贴，他们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跟咱们一样吃饺子、包粽子，甚至连衣服上都有龙纹图案。你说这文化基因有多强大？而且他们还非常排斥跟印度人通婚，就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和文化独立性。这简直就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贯彻到底了。库基族在印度那日子过得可不咋地，印度政府一直想同化他们，还忽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土地权益，导致他们长期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想想长期被印度政府压迫，还被污蔑成顽固不化的民族，库基族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这种历史创伤只会让他们更加敌视印度统治，
更加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文化。库基族也曾经尝试过武装起义，想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库基兰，但可惜实力悬殊太大，被印度政府死死地压制了。印度还切断了经济援助，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库基族的故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反抗史，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拒绝被同化，捍卫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也反映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那些边缘民族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诉求上的挣扎。想想看，当一个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如此之低，甚至一心想认祖归宗到另一个国家，这背后究竟是多么心酸的历程。